安迪，安迪，是我呀！怎么了，安迪？你怎么了？安迪，你把车门打开。安迪，你看看，是我，起点。你开门，我是起点啊。我。安迪，你怎么了，安迪？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想早点见到你，所以就忙完手里的事儿，提前回来了。所以我刚才看到你看我，在喊我都是真的。是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当然都是真的。安迪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刚才去老谭那儿了，我弟弟找到了。真的？消息确实吗？需要我做点什么？确实是我弟弟，而且情况不太妙，他精神有问题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。安迪，你别……我真的需要梳理一下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想别的事情 ，sorry。安迪，安迪心中乱作一团。找到弟弟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但确认弟弟精神有问题，却在他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无论如何，作为自己唯一的亲人，安迪都不能允许再让弟弟孤身一人。还有起点，这个在他感情世界里掀起波澜的男人，又该如何去面对？这一切的一切，连同对自己的怀疑，全都缠绕在一起，让安迪心慌意乱，难以抉择。安迪，老谭，我想好了，我明天就去岱山。明天就去？对，明天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要尽快把我弟弟接回来。可今天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弟弟那边得给他有个心理准备的时间。还有养老院那边，也得让老严提前去安排一下。明天就去，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我知道这样很突然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忍不住的想去见他。他从小一个人长大，又被推来送去这么多次，想也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。我就想去告诉他，他也有家人，有人关心他，在意他。我不想再让他自己一个人，哪怕多一天的时间，我也想跟他在一起。养老院那边，我会去解释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明天一早让老严先去一趟。你在家等我消息，做好出发的准备。谢谢你，老谭。少跟我瞎客气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多想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好。老严已与那边联系好，可以出发了。
喂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你电话不接 ，Facebook 不上，短信不回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隐身中。哎，在哪隐身？不是被我抓到显形了吗？怎么那么无赖？发现不无赖没有出路了。听着，不管你今天去哪，我都要跟着你，绝对不会再给你躲避我的机会。可是我今天跟老谭说了，我要去接我弟弟。那我就陪你一块儿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好不容易把时间调出来，路上还要打几个电话谈几件事情，所以必须由你开车。有问题吗？有。你为什么要陪我去？这个，我路上再告诉你。我是守株待兔，守在你的车子边上，才把你抓到的。假如你不带我去可以，那我就一直在这等着，直到把你等回来。你看着办吧。还有啊，接你弟弟，就你这样认得路吗？地址呢？这样，车开我的，马力大，避震性能好，跑长途方便。出门之后呢，左拐上高架，笔直往城外开。路上车多，注意保持车距。还有啊，出了城之后，小心干货车。这是我在国外路上听到的，还挺有感触的，跟你分享。你慢慢听，我先工作了。在你身后，岁月的眼模糊淡忘爱的温柔，在你身后陪着你感受爱情的誓言，从未想过轻易的放手。陪你左右，陪你慢慢的走，不管你爱我多久，不肯放手。陪你左右，我爱的太不够，虽然我一直在身后，却让你泪流。听说你选上了博鳌理事会，很忙啊。入乡随俗挺快的嘛，刚回来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利落，现在连博鳌都让你调戏上了。岂止，我还学会了麦兜语录、小新语录。小新是谁？蜡笔小新啊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？太落后了。我邻居的那4个女孩随时能教我很多东西。我住那真是住对了。不过我会背原版的 Garfield 语录，他们不会。背那个干嘛？折腾脑袋。我不像你，能够把那么简单的词汇变那么幽默。我呢，只能生吞活剥别人的牙慧。
不过我坚持每天看2小时书，所以在谈判的时候，偶尔说出一句“你难道割下我的一磅肉吗”，简直事半功倍。原来如此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，你听了之后千万不要生气。像你这么聪明、漂亮又没有残疾的女孩子，应该很快就被人抱养走了，怎么会对福利院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呢？你不了解福利院的孩子，很孤单，非常缺乏安全感。每当有人想要来领养孩子，院里的那些孩子就会一拥而上的围住他们，非常的亲热。往往那个时候，领养人都会哭了，他会在那一群小孩当中选一个最亲、最可爱的，把这称之为有缘。坏就坏在我那个时候已经有记忆了。我觉得留在福利院比跟着新爸妈走更有安全感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都会让自己躲得远远的。聪明要强，这却是你的性格。那进福利院之前呢，你还记得多少？一点都不记得。很奇怪，我的记忆是从福利院开始的。我的父母是谁，我怎么进的福利院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有个弟弟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很羡慕小关和小曲。小关一看就是从小到大就被父母呵护着的，而小曲呢，他父母一直很宠爱他，他还说他爸爸虐待他。你千万小心，别让别人走漏了风声。虽然知道过去的事儿的人不多，能联想到安迪的人更少，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安迪不仅是我重金请来的 CFO， 更是我多年的朋友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冒任何风险。这样吧，你争取让他带着他弟弟尽快离开那儿，越少接触那边就越安全，千万不能让安迪发现任何端倪。你看了那么多书，最喜欢哪个作者呀？Mansa Olson。我喜欢跟随他强大的逻辑，一直被牵引到最后的结果。不过你要说小说的作者，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喜欢的，特别是童话作者。我很庆幸我小时候没有书看，没有被那些童话里混乱的思维所影响。不过想一想，跟我同龄的女孩，有很多都还在靠父母生活，而我已经能够有能力去抚养我的弟弟，还是值得骄傲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提3点建议：一，我们领了人就走，不在岱山停留；二，如果看到你弟弟跟你有相似的地方，不要胡乱联想，不要举一反三；第三，如果有情绪，立刻告诉我，不要见外，我很乐意帮你分担。OK？ OK。看着身旁的起点，安迪像是突然有了依靠，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前方等待着安迪的是久违的故乡、陌生的弟弟和未知的前途。但此时此刻，面对这个人，安迪却更愿意去相信、去坦白、去尝试。前面换我来开吧。小明的，哎呀，有钱。别担心，我在你身边呢。来了。哎，老爷，哎，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这位是？啊，
这是我朋友，陪我来接我弟弟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吧，他们在楼上等着。老爷，刚才他们说的那个秀媛是谁啊？哦，这儿的院长，就是他收留的小明。杨院长，这位是杨院长，安迪和他的朋友。小明，小明，姐姐来接你来了。你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你当姐姐的还怕他呀？我们小明可乖了，来跟我们小明拉拉手。小明跟姐姐拉拉手，是姐姐，不是别人。是。来，站起来。姐姐。小明，不怕不怕。小明，别怕别怕啊！你姐姐是去接你过好日子呢，别怕别怕。这位姐姐，我看你们这样子，应该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可我真想不明白，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接小明？我们小明怎么了？哪儿不好？你说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那爹妈真行，亲生儿子就往外扔，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们？既然孩子怕你们，那我也把话索性放在这儿。要领，你就让你那作孽的爹娘自己来领。好好的给我们小明赔个罪，也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扔小明，否则我不会放人的。你别跟我说什么一样的 DNA 什么的，我不认这个。谁知道你们今天领的明天扔的，谁信你们呢？我的爹娘已经死了，我也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那时候还小，没有照顾好我弟弟。这么多年，也真的给您添麻烦了。要是这样，我冤枉你了。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你这么找他，应该也不会亏待他的。小明，来，跟姐姐走吧，啊，姐姐领你回家，啊，跟姐姐走吧，啊。他要带我走。不走，我不走，小明，我不走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不走。小明，听话，听话，乖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他给惯坏了。平时养老院来的人少，他怕生，煮熟了就好了。哎，小明，给姐姐背段圆周率听听，圆周率。3.141592653。
你怎么了？你会吓坏他的。安迪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安迪，你这样会吓坏他的，也会把自己逼疯的。你这样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。安迪，听见我说什么了没有？跟我说话，安迪，跟我说话，说什么都行。安迪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为什么忽然那么激动？太像。我弟弟被圆周率的时候跟我太像了。我小时候也是躲在阿姨后面被圆周率，不敢看人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安迪，再像，你也不是他。我知道你不是。你不会明白这种感觉，你不知道这有多绝望。有孤独，有寂寞，没有人真正关心你，也不会有人真正在乎你在想什么。我看到我弟弟，就像看到童年时的自己，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力。什么事情也做不了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安迪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你跟你弟弟不一样，一点都不一样。你看，你聪明，你强大，你一个人在国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而且还培养得这么优秀，你还找到了弟弟，你还有能力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安迪。